刚刚还穷凶极恶的非洲猎狗，转眼之间就被从天而降的紫色闪电直接钉死在了八角笼中，这让整个斗兽场瞬间陷入了安静。而邵永阳则是大吼了一声：也好！在场的所有人里，只有他明白这一道紫色光华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喊出一声好的时候，邵永阳腰间的手枪已经拔了出来，连续扣动扳机，子弹穿过30米的距离，精准地射进了几名站在八角笼旁边的佣兵的头颅。这几个家伙还在盯着猎狗那被穿透了的脑袋看着呢，自己的脑袋上也随之溅起了血花，一个个扑倒在地。这时候斗兽场顶棚的玻璃碎裂，一道身影飞扑而下，重重地落在了八角笼上。哐！那极为坚固的铁笼子都直接被砸到变形了。正是苏无忌。他从笼子上站下来，陡然抬手，腰间的冲锋枪直接冲着后台通道居高临下的横扫。几个想要冲出来的佣兵瞬间被撂倒在地。邓省，苏无忌喊道。这声音从通讯器扩散出去，传进了烈焰大队所有人的耳朵。这时候场外的阅兵灵神情一震，当苏无忌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的时候，他的眼睛里闪过了非常明显的波动，立刻说道：进攻！枪声响起，负责斗兽场外围防御的10几个佣兵尽皆扑倒在地。其实阅兵灵和万辉尘都猜到了，之前邵飞虎司令员口中的强援就是苏无忌，但猜到归猜到，这种猜测和亲耳听到对方的声音是截然不同的情绪。而苏无忌的到来比阅兵灵预计的要早好几个小时。在非洲的这1周多时间里，阅兵灵虽然没有犯下任何指挥的错误，但神经始终在紧绷着。更何况在进入了普勒尼亚境内之后，那个特莫多一直在背后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让阅兵灵觉得压力极大。可是当这熟悉的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似乎瞬间有了主心骨，对于未知战况的所有不安全部烟消云散。我负责正面。阅兵灵对万辉尘说道：你们进攻斗兽场后台。是。万辉尘立刻带着一支小队朝着后门迂回过去。苏无忌一只手握着冲锋枪朝着后台猛扫，另外一只手则是将八角笼的大门打开。邵永阳和另外一名国安特工已经冲了上来掩护苏无忌，后者终于能腾出手来，从猎狗的脑袋上拔出了紫色软剑。紧接着苏无忌的手腕一扬，紫剑狠狠斩在了手铐的链子上，金铁交鸣之声接连响起，韩文涛和庄志坚的手铐都被干脆利索地劈开了。他们也是没有丝毫含糊，直接就地一滚，捡起敌方佣兵掉落的突击步枪，开始射击。在这内外夹击之下，整个斗兽场的所有佣兵直接被扫空了。这时候阅兵灵已经冲了进来，跟苏无忌完成了会合。这种情况下，两人并没有寒暄，苏无忌只是竖了个大拇指，阅兵灵则是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这整个战斗过程看似打了很久，可其实一共才2-3分钟，有些赌客们甚至都还没来得及从座位上站起来，战斗便已经结束了。邵永阳从后台冲了出来，喊道：没有发现侦察 A 组的其他战士。人质没发现，但是却发现了好几条还戴着嘴套的猎狗，全部被邵永阳一枪打爆了脑袋。这时候万辉尘带着几名烈焰大队的战士
押着几个黑人走了过来。他们都是斗兽场的负责人，被万灰尘堵在了办公室里，一个都没跑得成。而这时候，特莫多的声音又在广播之中响起来：这种立体化的进攻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我不得不承认，你们比当年那只最鼎盛的杀意还要强一些。这个特莫多的声音透着玩味，但若是仔细听的话，其实能听得出来，他的声音里已经掺杂了一些愤怒的情绪了，和之前对阅兵灵发号施令的状态完全不一样。苏无忌带着烈焰大队完成了这次堪称教科书式的突袭，显然打乱了特莫多的所有计划。你们的进攻的确很凶猛，很专业，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可是你们是不是忘记了，还有7个俘虏在我的手上呢？特莫多问道。你们难道不想看到他们活着？这同样也是阅兵灵担心的事情。而且从刚刚迅速占领斗兽场的战斗来看，留守在这里的佣兵们并非杀意的主力，实力明显要弱上一档。苏无忌淡淡一笑，说道：冤有头债有主，你想报复给来找我。你是谁？特莫多问道。这个凌空杀出来的年轻男人让他产生了一种极为不好的预感，他的身手实在是太过惊艳了。如果没有此人的突然发难，华夏特种兵们想要拿下防御严密的斗兽场，起码得丢下10具尸体。伊文斯是被我俘虏的，苏无忌说道。我刚从德弗兰西岛回来没几天。混蛋！这一次，特莫多的声音里带上了非常明显的愤怒之意。你竟然敢来非洲！你这个罪魁祸首，竟然还敢来非洲！苏无忌说道。对呀，我来了。你带着剩下7个华夏特种兵出来，我就让你见到伊文斯。不，你见不到那7个人了。特莫多吼道。我现在就要枪毙一个俘虏，让你们知道激怒我到底是怎样的下场。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去做这件事，一个人影忽然被从这斗兽场顶棚的破碎天窗处丢了下来。这斗兽场的顶部高度得有20多米，此人被丢下来之后，重重地摔在了之前关着非洲猎狗的8角笼上。哐！这笼子也被砸变形了。苏无忌单手抓着此人耷拉下来的脚踝，粗暴地将他扯到了地上，说道：来看看这是谁，想必你会觉得很熟悉。这家伙只有一条胳膊，双脚的脚踝明显扭曲变形了。刚刚重重摔了那一下，让他的嘴巴里不断地往外溢着鲜血。也就是此人原本的身体素质极为强悍，要是换做其他人，被从20多米的高处丢下来，直接就没了命了。广播里特莫多的呼吸明显粗重了起来，因为这个被突然扔下来的人正是伊文斯。团长！特莫多失声喊道。他没想到这群华夏人真的就这么把伊文斯给带来了。伊文斯此刻居然还没有被摔晕过去，但是意识已经有些不清了。迷迷糊糊之间，他似乎知道自己回到了哪里，艰难地抬起了仅剩的右手，挥了一下。至于他的左手，早在德弗兰西岛的时候就被苏无忌给削断了。苏无忌抬起脚来，踩住了伊文斯的脸。他淡淡说道：放人，不然他会受到更大的折磨。你该死，你真的该死1万次。看到苏无忌这侮辱性极强的动作，这个特莫多愤怒地吼道：所以重新约个时间地点吧。苏无忌说道：你放人，我也放人。特莫多的呼吸仍旧很粗重，但能看出来他在努力调整自己愤怒的心情。
苏无忌微笑着说道：“你要是再这么生气的话，你的真实身份可就要被我猜出来了。”这句话让特莫多的心中有点莫名没底，他隐隐有种错觉，似乎这个年轻男人真的猜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特莫多沉默了半分钟，才沉声说道：“好，见面地点就选择在巴托梅乌港，时间3天之后。”其实，这个决定并没有超出岳冰凌和万灰尘的预料。烈焰大队已经有一支分队提前去了港口拦截，而苏无忌却说道：“不行。”“为什么不行？3一要去。”特莫多冷声说道：“这里是非洲，我的手上还有7个人质，你以为你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吗？”苏无忌笑了笑：“我还是那句话，伊文斯在我的手上。”“可我的手上有7个人。”特莫多的情绪明显又有些波动了，他吼道：“我可以处决6个，跟你1换1。”“这是你的最终决定吗？确定不改了？”苏无忌问道。他似乎懒得再讨价还价了。可是苏无忌这么说，让特莫多的心中涌出了一股不好的感觉。“我不改了。”他咬着牙，硬着头皮说道：“就定在3天之后，巴托梅乌港的雕像公园。”在特莫多看来，3天时间足够自己做出很充分的准备了。自己这边可以7换1，本身就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幸好今天自己留了一手，没有把所有人质都放在斗兽场，不然就彻底被动了。苏无忌的笑意中透着嘲讽：“啧啧，很好，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但希望你看到接下来的场景时不要改变主意。”说着，他说道：“小庞，快点进来，别墨迹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扛着一个麻袋，从斗兽场的正门挤进来了。他走到场间，把麻袋往地上重重一丢，里面传来了一声惨叫：“好疼，你们轻点！”居然是个女孩的声音。这声音也通过斗兽场的收音设备清楚地传进了特莫多的耳朵里。“该死，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他明显更加失态了。苏无忌把麻袋解开，露出了一个被黑布蒙着眼睛的女孩。这女孩看起来17、18岁的样子，白人，卷发，从暴露在外的口鼻来看，长相应该还算不错。苏无忌说道：“特莫多，你敢绑架我的战士，我就绑架你的妹妹，你觉得公平吗？”特莫多的呼吸更加粗重，他吼道：“混蛋，你是华夏军人，你们有纪律，你怎么可以绑架？”苏无忌微微一笑，打断道：“你可能对我不太了解，我在对待敌人的时候从来不讲人道主义。”哥哥。那个被蒙着眼睛的女孩被捆着手脚，此刻已经吓哭了。她本来正在好端端的在约翰内斯堡的大学里上着课呢，直接就被人强行从课堂上带走了。绑匪把她丢进了飞机，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空中颠簸之后才到了这里。特莫多咬着牙喊道：“该死，你怎么会知道我妹妹？”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苏无忌知道他妹妹的所在。这不就意味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已经暴露了吗？苏无忌双手插兜，看着这被蒙住双眼的小姑娘，笑眯眯地说道：“特莫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这位好妹妹名叫康妮，她已经申请了华夏的留学生资格，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去华夏的首都大学读书了，对不对？”现场的广播里已经能听到特莫多把牙齿咬得咯咯响的声音。“混蛋，该死，你怎么知道这些？”特莫多吼道：“这赤色巴尔组织听你的指挥，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苏无忌微笑着说道。恰巧我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听某位曾经在非洲活动多年的老特工说过，他数年以前曾经弄死过赤色巴尔的副总指挥，而这位副总指挥恰巧有一儿一女，算起来现在的年纪和你们差不多。特莫多的牙齿都快要咬碎了。于是我在从华夏起飞之前，便已经托了非洲的朋友先把你的妹妹绑架了，以防万一。苏无忌说道。其实在绑架的时候并不确定这个小康妮是不是和你有关，我甚至很担心会绑错了人。说到这里，他耸了耸肩。现在看来我是有先见之明的。其实倒不是苏无忌有先见之明，而是宋鹤鸣一直没有彻底放弃对非洲的关注，哪怕他此时已经身居高位，也仍旧时不时地把目光投向这片自己曾经奋斗过的热土上。而阅兵灵几次遭遇赤色巴尔组织的拦截，也证明老宋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卑鄙！你们华夏特种兵真的很卑鄙！特莫多骂道。我发誓，如果我的妹妹受伤，我会杀了你们所有人。苏无忌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说道。小庞，有人威胁你老板，你应该怎么做？小庞说道。我先打死他妹妹。说着，他直接抽出自己那根加粗加长的甩棍，手臂一轮，朝着那名叫康妮的小姑娘头顶上狠狠砸去。这个动作可不是在开玩笑，以这一棍子的力道，如果砸结实了，这康妮的脑袋必然直接变成熟透了的西瓜。住手！特莫多吼道。住手！眼看着血腥的场面即将发生，他几乎已经闭上眼睛了。吭！金铁交鸣之声响起，眼看着小庞的棍子就要落在康妮的脑袋上，被苏无忌用一支突击步枪挡住了。小庞这人质留着还有点用，不用弄死。苏无忌说道。小庞收棍而立，瓮声瓮气地说道。老板，我知道的，我只用了2成力，本来只是想把他打成植物人。而小庞刚刚那个砸脑袋的动作，真的把特莫多吓得心惊肉跳。他的身手很强，自然能看出来，这一棍子绝对不是在虚张声势。你开条件。特莫多喘着粗气说道。苏无忌说道。就在这座斗兽场，我和你交换人质，如果7名战士全部安然回归，我再释放你妹妹和伊文斯。特莫多说道。这不公平，我要同时释放。苏无忌扭头喊道。小潘，你是……小庞的棍子又要抡起来了。好，全部都听你的。特莫多咬着牙说道。半小时之后，我会安排2台车把7名华夏特种兵送达斗兽场。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道。而你只要把我妹妹和伊文斯团长送上这台车，你我的交易便结束。苏无忌微笑道。很好，我等你来。他确实没打算放过这个阴险狡诈的特莫多。以苏无忌的脑子，在交换人质的时候，可玩的花活实在太多了。通话被切断之后，场间的气氛已然轻松了许多。苏无忌跟在场的烈焰大肚战士一个个抱过去，最后站到了阅兵灵的面前，双臂张开。岳组长，拥抱一下吧。他微笑着说道。阅兵灵摘下了护目镜，似乎这样可以把眼前的青年看得更加真切。如果他没有及时出现的话，那么自己真的会去充当交换人质的筹码。或许现在已经被特莫多扣押了。拥抱一下。他说着也往前跨了一步，轻轻和苏无忌相拥。
但是后者搂着他的双臂却很用力，似乎要把只有他才能喊的小玲玲揉进自己的身体里，似乎有某种情绪随着这拥抱而落入岳冰凌的眸光之中，仿佛有着一圈圈的涟漪开始在他的眼弧之中荡漾开来。毕竟那么多双眼睛注视着，苏无忌也没抱太久，他对小庞示意了一下，说道：小庞还没跟岳族长打招呼呢。小庞看向岳冰凌，老板娘好。岳冰凌抿了抿嘴，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但心情挺好的呢。万灰尘笑了笑，说道：大队长，我们接下来。苏无忌说道：布置纵深防御，斗兽场不用留太多人手，但要确保整个桑吉市的重要地带都有我们的眼睛和瞄准镜。是你。万灰尘立刻说道。苏无忌一来，整个烈焰大队的精神面貌和之前也是明显不一样了，每一个战士的眼睛里都带着强烈的振奋之意。而这时候，一道弱弱的声音从一旁传来：请问，你们会杀了我吗？那个康妮在发问，声音里透着明显的恐惧。苏无忌淡淡地说道：如果你的哥哥表现不好，我们当然会杀了你。对付你们这种恐怖分子，我可从来都不会奉行什么人道主义。岳冰凌没有说话。要是放在以往，他肯定不赞同苏无忌的这种言论，一定会以族长的身份出言干涉，甚至如果是以前的岳处长来做决定的话，这次约翰内斯堡的绑架案就压根不可能发生。但现在他很想看一看苏无忌会怎么做，甚至潜意识里认为他这么做一定是有道理的。哪怕这个康妮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清白无辜的，我哥哥他不是恐怖分子。康妮很是坚持地说道：他是赤色巴尔的领导者，他未来一定会成为东非独立运动的领袖。你对你哥哥还真是崇拜。苏无忌冷笑着说道：可是你知不知道赤色巴尔干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情？康妮抿了抿嘴，随后争辩道：这不可能。你远在南非能知道个屁。苏无忌嘲讽道：什么赤色巴尔的领导者，你哥哥能成为沙溢佣兵团的副团长，脑子固然是挺好使的，可在这个赤色巴尔的组织里，他充其量是个干粗活的。听了这句话，康妮沉默了下去，这瘪嘴委屈的模样看起来有点可怜。沉默了足足5分钟，康妮才再度开口：我想喝水。岳冰凌下意识的就想去拿水，可苏无忌却拦住了他。这家伙回答也很干脆：没有水，渴了就忍着。康妮又说道：我想上卫生间。苏无忌：尿在裤子里。康妮又想哭了。那我还是憋着吧。在苏无忌这里，优待俘虏这4个字压根就是从来不存在的，哪怕对方看起来是个楚楚可怜的小姑娘。而烈焰大队的其他成员对此都没有任何异议。岳冰凌被拦住之后，并没有对苏无忌的行为有任何干涉。邵永阳虽然是第一次跟岳冰凌共事，可对他之前的行事风格也是有所耳闻，于是说道：岳族长，不要对他们有任何的怜悯，在非洲，任何圣母心都会给自己埋下隐患。我知道。岳冰凌点点头，苏副组长所做的一切我都支持。听了这句话，邵永阳的目光在岳冰凌和苏无忌的身上来回逡巡了一番，眼睛里流露出了些许玩味的神色来，似乎晚星又出现了一个实力强悍、家世恐怖的竞争对手。
过了几分钟，康妮终于再度开口说道：“就算是我被放了，你们在身后也一定会杀了我哥哥，对不对？”苏无忌：“那倒不一定。”康妮那被黑布蒙着的眼睛里闪过了一抹希望之光。“真的吗？”“不一定杀。”苏无忌停顿了一下，又微笑着补充道：“我会慢慢把他折磨些。”康妮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泪水瞬间浸透了眼睛上的黑布。半个小时很快就到了。这时候，侦察兵的声音在通讯器中响起：“报告大队长，他们来了。”这时候，从道路的尽头驶过来了2台灰色面包车，在灰色面包车之后还有2台运兵车。这运兵车上全部是荷枪实弹的赤色巴尔成员，他们的枪口全部架起来，瞄准着前方。显然，这就是为了防止烈焰大队不放人。这时候，阅兵灵的手机响了起来，正是特莫多打来的。阅兵灵身为组长，却直接把手机递给了苏无忌，道：“你来接。”他把指挥权完全交到了苏无忌的手里，这放在以往的阅兵灵身上，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苏无忌接通之后，特莫多便立刻说道：“7名俘虏全部在面包车里，你把我妹妹和伊文斯团长放了，不然我那辆车武装人员会让你们知道非洲的子弹有多么炽热。”“少说废话，屁用没有，你先放人。”苏无忌直接打断了。这时候，那2台面包车停了下来，7名烈焰大队战士们相继从车子上走下来，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点伤，但都能独立行走，还保有着一定战斗力。“让我妹妹和伊文斯团长上车！”特莫多吼道。苏无忌做了个手势，于是蒙着眼睛的康妮和处于昏死边缘的伊文斯便被粗暴地丢进了面包车里。“好，你我的人质交换到此结束。”特莫多说完便要挂断电话，可是这时候苏无忌却玩味地说道：“你说结束就结束，我还没同意呢。”这句话一出，特莫多的心中骤然涌出了一股不太好的预感，他忍不住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苏无忌微笑道：“特莫多，我还得帮一个人向你转达一句话。”特莫多的心再度一沉。“什么话？”苏无忌说道：“华夏孤隼向你问好。”说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而与此同时，一个趴在800米外楼顶，正用狙击枪瞄准镜盯着这里的高大男人，似乎感觉到了不妙，猛然转过了身。一个身穿黑绿迷彩服的颀长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后。特莫多完全没想到自己居然那么快就暴露了。他趴在800米开外，正观察着交换人质的过程，根本没想明白对方到底是怎么发现自己的藏身之处的。那个身穿迷彩服的男人就静静地站在身后的天台上，和顶梁的阴影融为一体。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他，特莫多甚至都没有感觉到对方的存在。“华夏孤隼就是你！”特莫多的眉头狠狠皱起来。这个传奇一般的兵王代号，特莫多当然听说过，但双方交集并不算特别多，所以还以为这个名字距离自己很遥远。只是这位声震世界军界的兵王，未免有点年轻的过分了。虽然孤隼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容貌，他的脸上还戴着黑色的面罩，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可是他整体给特莫多的感觉就是年轻，和那个手持紫色长剑的青年一样年轻，一样充满着无限的朝气与锐利。
我们通过话。苏安邦说道。是我把伊文斯从华夏国内带来。他的手里拎着一把突击步枪，说话间身上开始透发出强烈的压迫力。特莫多自然已经从对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这位姑孙就是那个仅仅通过一通电话就可以隔空给自己造成无形压力的超级强者。你想怎么样？特莫多放下了狙击枪，活动了一下关节，手指和脖颈的骨节啪啪作响，随后说道：如果真的论起近身格斗，我不一定会输给你。只是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底气似乎并不是很足的样子。苏安邦的声音淡淡，其中似乎带着一抹淡淡的嘲讽。这么自信吗？其实你的脑子很好用，这一路对华夏特种兵的引导很成功，但我并不认为你的战斗力能比得上你的智力。此刻他仍旧静静地站在阴影之中，身上几乎没有半分力量流转的迹象，好像并不想动手。我那些所谓的计策还不是全部被你们识破了？特莫多说道。但若是说起战斗力，在整个沙溢，我只有一个人打不过，那就是伊文斯团长。哦，苏安邦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等等再动手，现在可以先聊一聊，说不定聊得好了就能化干戈为玉帛了。特莫多没想到对方居然会说出这句话来，他本来已经准备动手了，于是只能暂时收起力量，问道：你想聊什么？苏安邦说道。非洲的上空始终笼罩着一片疑云，我们此次来就是为了驱散这片云，我想你应该懂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特莫多听了这句话，先是扭头看了看，确认自己的妹妹康妮已经离开了烈焰大队的控制范围，随后冷笑道：这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我只是沙溢的副团长而已，对当年的坠机案所知并不多。苏安邦的眼神一下子凌厉了起来，他冷冷道：我提坠机案了吗？特莫多说道：我又不傻，我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所以是我主动提起这事的。他的话音尚未落下，便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好像已经花了，因为那位年轻的华夏兵王似乎突然自原地消失了，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简直近乎于瞬移，仅仅一步便几乎将彼此之间的距离瞬间缩短为零。特莫多的战斗经验也是相当之丰富，当苏安邦消失的那一刻，他的心中骤然涌出了极其强烈的危险感，想都没想，直接选择向着一旁闪避。眨眼之间，苏安邦的身形便出现在了特莫多刚刚所站立的位置上，那如风一般的黑绿色残影瞬间凝聚成了实体。如果特莫多刚刚没有选择躲开，此刻必然已经被苏安邦轰飞了，但这家伙却没有再闪躲，而是回头拧身，选择了当场反攻。他看起来身形高大，可实际上极其擅长身法。可是刚刚苏安邦的那一下，让特莫多的眼睛甚至无法捕捉到对方的轨迹。在这种情况下，特莫多知道自己已经不能选择再逃了，那样必死无疑。他的重拳狠狠轰向面前的黑绿色影迹，这一拳里没有任何的佯攻与试探，是全力尽出的一击。而苏安邦也是抬起了拳头，只是和特莫多的拧身全力一击相比，他明显更游刃有余，看起来连蓄势发力的动作都没有。砰！剧烈的气爆声响起，周遭的空气全部在震荡，整个天台地面上的灰尘瞬间便升腾至半空。
下一秒，特莫多只感觉到自己的拳头好像轰击在了一台高速行驶的重型卡车上。他的全力不仅没有给对方造成任何的损伤，反而让自己迎来了恐怖的撞击力。对方的力量直接从他的拳头灌注进来，沿着整条手臂暴速扩散，随后从肩膀处冲出。当双方拳头对撞的那一刻，特莫多的右衣袖瞬间化为了齑粉。不只是衣袖，苏安邦的全力轰进了特莫多的整条右臂，使得他的手臂皮肤瞬间崩裂，直接变得鲜血淋漓。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他的右拳已经握不起来了。在这力量冲刷之下，特莫多的手部和小臂肌肉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撕裂感，指骨和掌骨也都已经出现了细微的骨裂。感受到了右臂的失控，特莫多的眼睛里涌现出了浓浓的骇然，他的身形不受控制地倒飞出了天台。他也是极其擅长力量攻击，虽然比不上伊文斯那般凶狠，但平时单靠力量还是可以轻松碾压杀意的其他老资格佣兵。但现在这个华夏的年轻兵王仅仅凭借着简单一拳就让自己的右臂彻底失去了战斗力，那还打个毛线？所以特莫多这一下倒飞出天台，就是要顺势逃走的。以这楼顶的高度直接跳下去，还不至于把他给摔死。哥哥，这里！下方传来了一道喊声，竟是特莫多的妹妹康妮。那2台灰色面包车以及2辆运兵车，眼看着就要驶到了这栋楼的下方了。特莫多听到了喊声，在空中调整了身形，直接精准地落在了运兵车的车斗里。这车斗地板被砸得严重变形，后面的2个车胎差点当场爆了。快开车！康妮喊道。他坐在第1台面包车里，昏昏沉沉的伊文斯则是躺在这台车的后座。此刻康妮那蒙着眼的黑布已经解开了，露出了一双清澈的蓝色眸子，很漂亮。这眸子里此刻充满了急切，但能看出来这急切的背后还有着冷静。他继续说道：提速，把速度提到最快，对方一定布置了埋伏。然而司机还没来得及踩下油门的时候，上方的楼顶忽然响起了几声枪响。苏安邦一只脚踩在天台边缘，拖着突击步枪对着下方连续开了好几枪。第1发子弹击穿了第1台面包车的车顶，直接打爆了司机的脑袋。正在高速行驶的车子失控，撞向了路边的民房。可是由于速度太快，撞到台阶的时候便立刻发生了侧翻。康妮就在这台车子里，他虽然系了安全带，可是脑袋还是和车窗玻璃狠狠撞了一下，眉骨破了个口子，鲜血直流。至于本来躺在后排的伊文斯，那就更惨了。他在侧翻的车厢里翻滚了2圈，脑袋磕了好几下，彻底晕了过去。至于苏安邦的第2发子弹，则是直接打碎了第2台面包车的侧面玻璃，把司机一枪爆头，车子同样失控侧翻。第3台、第4台是运兵卡车，他们的主副驾皆是被从天而降的子弹当场打死。不过特莫多反应极快，立刻吼道：跳车还击！只是此时车子的时速起码还有70公里，普通佣兵若是在这种速度下跳车，肯定会摔出骨折来的。这些赤色巴尔成员的战斗素养相当普通，他们光顾着寻找跳车时机，已经把特莫多后面的一条命令自动忽略了。如果他们这个时候能够对站在楼顶上的那个人进行火力压制，
那么接下来或许就不会那么惨了。苏安邦从容地拔出了几枚手雷的拉环，特意停顿了1秒钟，随后将之丢了下去。轰轰轰！手雷在落到2台卡车上方3、4米的时候，便发生了爆炸。空爆，这种当空爆炸覆盖范围极大，那2台运兵卡车上的赤色巴尔成员们顿时死伤一大片，有10几个人的脑袋都被钢珠和弹片直接穿透。特莫多提前跳车，避开了手雷的覆盖范围，而此时那2台运兵卡车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还能保持战斗力了。这一刻，他终于真正明白，为什么这个年轻男人能够被称为传奇兵王了。这一系列战术简直出神入化，信手拈来，这一支孤隼足以团灭敌方一支精锐部队。可是这个时候，一股强烈的危险感觉从特莫多的心底涌出，他想都没想，立刻朝着一旁扑去。可是一道紫芒凌空而来，似乎精准地预判了特莫多的躲避方位，直接将他的腹腔贯穿了。唰，空气仿佛都被撕裂。特莫多发出了一道惨叫，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苏无忌已经杀到了，他一步来到特莫多的面前，把长剑拔了出来，鲜血飙溅。特莫多疼得浑身颤抖。可是这被拔出来的长剑，下一秒便来到了特莫多的喉咙间。只要一眨眼的时间，这位脑力和战斗力都不错的佣兵头子就要被割掉脑袋了。说我要知道坠机案的所有细节。苏无忌的剑锋下压，特莫多的脖颈皮肤上已经渗出了血迹。我什么都不知道，哈哈哈！你们去死吧！想从我的嘴里掏出，特莫多这时候还在张狂的大笑，可话还没说完，便控制不住地发出了惨叫。苏无忌根本不跟他废话，紫色软剑已经直接捅进了他的胸腔。虽然这一下并未碰到左右肺部和心脏，但还是让特莫多疼的脸都白了。住手！一道声音在后方响起，放开我哥哥！满脸鲜血的康妮从面包车里爬了出来，正哭喊着。苏无忌扭头看了一眼，似乎并无兴趣搭理，随后他面无表情地转过来，拔出了紫色软剑，剑光一甩，直接削断了特莫多的半截手掌。求求你放开他！这场景超出了康妮的忍受极限，他的眼泪横流，喊道：住手！我认识一个坠机案的幸存者。苏无忌的紫色软剑悬停在了特莫多左胸上方1厘米的位置，没有再刺进去。康妮看到苏无忌的紫色长剑仍旧对准着特莫多的心口，只能继续喊道：我真的认识一个坠机案的幸存者，绝对没有欺骗你们，你不要杀我哥哥。苏无忌直起了身体，抬起脚来，重重踩在了特莫多的肚子上。这一脚正好踩在了那一道被贯穿的伤口表面，强悍的力量从足底释放而出，疼得后者的身体狠狠颤抖，鲜血从伤口的另外一端汩汩涌出来。苏无忌扭头盯着康妮，眼神冰冷，说道：你最好没有骗我，不然我会用你哥哥的肠子把他勒死。康妮走过来说道：我真的见过他，我带你们去。如果我说了谎，你们现在就杀了我。看了一眼哥哥的惨样，他的泪水再度横流不止。苏无忌抬起头看了看站在楼顶的苏安邦，举起手对着上空做了个 OK 的手势。
年轻的兵王抬起手，对某位年轻的大队长竖了个大拇指，随后转身消失在了烈焰大队战士们的视野里。之前在中央调查局待了好几天，伊文斯都一直为土口交代。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家伙受过严酷的反审讯训练，精神意志力极为强大，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伊文斯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了，之前身受重伤，又经历了汉密尔顿的那一通狠辣审讯，把他折磨得太惨，以至于宋鹤鸣刚想上一些手段，这家伙就承受不住地晕过去了。后来苏无忌的老爸苏瑞出手帮忙，从毕康养老院调来了几个老部下，帮忙审讯面具女人，而那时候伊文斯已经被提前转移，秘密送来了非洲。而现在伊文斯的脑袋又经受了车祸导致的剧烈撞击，短时间内怕是从他的嘴里审不出来东西了。苏无忌此时直接把这个失去战斗力的家伙交给了万灰尘，让他安排几名战士在普洛尼亚找了一个国安的安全屋，秘密关押伊文斯，没有随队而行。此时邵永阳亲自开着车，苏无忌则是坐在了副驾上，岳冰凌与康妮并肩坐在后排。特莫多已经被反铐住手脚，嘴巴上贴着胶带，丢在后备箱里。他的这种反铐方式比较特别，左手腕被铐在右脚踝上，右手则是和左脚靠在了一起，根本不可能逃得走。当然，保险起见，苏无忌还在后备箱里留了一个人看守特莫多。小庞，这两个身材高大的家伙已经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登登的了，小庞只能一屁股坐在特莫多的身上，把后者的骨骼压得发出咯吱咯吱的哀嚎。其余烈焰大队成员则是继续分散成小股部队，隐匿行踪。从一开始你们就没打算要交换人质。康妮坐在后排咬着牙说道，你们并没有任何的契约精神，这不是你们华夏人该有的样子。华夏方面把他释放了不到5分钟就重新抓了回来，这似乎让身为大学生的康妮经受了强烈的身心冲击。废话，苏无忌淡淡说道，少他妈的给老子扣大帽子，我跟你们一群毫无人性的恐怖分子谈什么契约精神？你不该这样的。康妮回想着自己哥哥之前受苦的样子，抹了把眼泪，抬手指着苏无忌，你的审讯过程也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的确，对于一个似乎从来没见过血腥战争的女孩子而言，苏无忌当着她的面把特莫多捅成了重伤，实在是让康妮无法承受。真特么的幼稚。苏无忌呵呵一笑，嘲讽地说道，你只是不习惯而已，接下来多捅你哥哥几刀你也就适应了。你们。康妮用力指着苏无忌，此事结束，我一定会向国际法庭控告你们。他觉得这群华夏人才更像是恐怖分子，赤色巴尔跟他们相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毫无威胁的温顺小绵羊。岳冰凌看了看康妮指着苏无忌的左手，神情骤然一冷，冰原上遍布寒霜。他将对方的手一把拉过来，干脆利落地戴上了手铐。康妮更加不满了，他的眼睛似乎都要被这手铐的银光给刺痛了。我是无辜的，并不是你们的罪犯，为什么要给我戴这个？岳冰凌冷冷说道，因为你抬手指他了。邵永阳正在开着车，眼睛里顿时流露出八卦的光芒。听闻岳格格的原则性一贯极强，甚至称得上是为人刻薄，很多人都说他的性格非常有问题。可是这次见面，
怎么和传闻中的不太一样呢？似乎在月格格的眼睛里，某个男人比他一直坚持的原则要重要多了。苏无忌说道：康妮，我不是什么好人，你要是敢耍花样，我保证你比你的哥哥更惨。康妮还想坚持一下，如果真的找到了你们要的那个人，你们能不能放了我哥哥？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刚要开口，便听到岳冰凌冷冷道：你没有资格跟他讨价还价。听到了这句话，康妮的眼眶又红了。身边这个气质清冷的女人总是给他带来极为强悍的压迫力，每次一开口都能让他的体感温度骤降好几度，仿佛直接置身于冰窖之中。邵永阳已经开始想着要不要把月格格今天的表现告诉江晚星了，以这两个女人的性格，邵组长已经开始幻想着火星撞地球的刺激场面了。想到这种修罗场，他忽然有点同情自己的好兄弟了。苏无忌冷冷说道：康妮，你为什么会知道坠机案？如实回答，要是敢骗我，我就把格斗金刀捅进你的喉咙里。康妮打了个冷战，他深吸了一口气，连忙说道：我会如实说的，我和我哥哥的性命都掌握在你们的手上，绝对不会耍花样。少废话，讲。岳冰凌冷冷打断，他的所有耐心都只对一人展现。说完这句话，岳处长已经打开了随身的录音笔。因为我替我哥哥说起过。康妮连忙说道：记得几年前我才刚上中学，有一次听到我哥哥打电话，对方说要把一名坠机幸存的华夏军官送过来，让他好好看守。当时我哥哥还对坠机案表示很震惊，他并不知情。现在想来，那个给我哥哥打电话的人应该就是伊文斯团长了。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所以你的意思是，那坠机案和你哥哥没有半点关系？他显然已经听出来了，这康妮的潜台词就是要把特莫多从坠机案中摘出去。康妮深吸了一口气：我只是说出我知道的事实，完全是客观叙述，并没有掺杂任何的感情和主观因素，希望你保持耐心，听我继续讲。苏无忌冷冷道：继续说案。康妮接着说道：3天后，我哥哥便见到了这个人，我也见到了他，看起来很瘦，皮肤微微有些黑，一条胳膊还骨折了。然后呢？岳冰凌问道。我哥哥让手下把他饿了3天，然后安排进了一个钻石矿工作。苏无忌的眼睛眯了起来，一缕缕金芒从其中释放而出。非洲的血钻事件曾经闹得轰轰烈烈，那些钻石开采购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劣到让人发指，和重刑犯都没什么两样。在那种生存环境下，工人们的身体素质会急剧下降，想要从严密看管之下逃走，难度极大，死亡率更是居高不下。那根本不是一份工作，而是暗无天日的囚禁。沉思了一下，苏无忌问道：你说的那个钻石矿叫什么名字？阿德里安钻石矿，就在兰斯尼亚。康妮犹豫了一下，说道：只是那个钻石矿山其实一直是属于赤色巴尔的。其实在非洲，很多割据军阀和武装组织的背后，要么是有着大型国际资本的支持，要么是所占领的地盘里有着钻石矿山，可以给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经费。苏无忌的声音里透着逼人的寒气。那就把赤色巴尔组织全都弄死。不，我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个。康妮说道：兰斯尼亚的政府军一直想要把这钻石矿山抢回去，对矿山发起过许多次的进攻，但都失败了。我并不确定，在数字激战之下，你们要找的那个华夏军官是否还活着。苏无忌冷漠地说道：这很简单，他要是死了，我就先把你哥哥给活剐了，然后让整个赤色巴尔来陪葬。
康妮再度打了个寒战，眼眶里再度流出了泪水。苏无忌对通讯器说道：老万目标兰斯尼亚，我去阿德里安钻石矿山，你们负责干掉兰斯尼亚境内赤色巴尔的各个游击队，我要打废他们。万辉尘听出了苏无忌的杀气腾腾。是，保证完成任务。苏无忌的车子进入了兰斯尼亚境内，沿着赞比西河穿越了北部省，进入了卢阿普拉省。这是去往阿德里安钻石矿最近的路线了。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前方是一处村庄，村庄门口居然有着2名持枪的岗哨。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村庄。这2名岗哨皆是只穿着大裤衩，光着脚站在地上，肩膀上挂着 AK-47， 上半身的肌肉颇为精悍。他们看到陌生的车子驶来，立刻举枪喊道：停车，接受检查。康妮的眼神不变，但微微地攥了一下拳头。苏无忌扭头看了康妮一眼，冷冷说道：永阳，不要停车撞死他们。越野车发出了轰鸣，邵永阳骤然踩下了加速踏板，直接把2名来不及躲闪的持枪岗哨给顶飞了。这2名岗哨霎时被撞断了好几根骨头，根本来不及爬起来。随后那台凶悍的越野车便从这2人的身上碾压了过去，轮胎所过之处一片咔嚓之声，即便在车厢里都能清楚听到他们骨骼发出了让人头皮发麻的断裂声响。苏无忌从第一眼看到村口持枪岗哨的时候，就已经立即判断了出来，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了。这一片村落显然不是兰斯尼亚政府军的驻地，而是赤色巴尔组织的秘密根据地。苏无忌知道，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停车，否则就是大麻烦。这2名岗哨被越野车碾压过去之后，一个胳膊和腿全部严重变形了，另外一个的胸骨都陷下去了。以这里的医疗条件，他们根本不可能活得成。前方的村路上正好站着几名背着步枪的武装分子，他们看到了越野车碾压同伴的一幕，立刻开始大吼着示警。苏无忌面无表情地说道：继续往前冲。邵永阳油门不减，持续加速。苏无忌单手伸出窗外，握着冲锋枪，几个精准的点射，在前方的几个人还没来得及开枪射击之前，将他们全部撂倒在地，枪枪爆头。而突如其来的枪响已经把整个村子里的人全部惊到了，有不少人都赤着上身从房子里冲了出来。苏无忌直接把半边身子全部探出了天窗，端着突击步枪连续射击。最先冲出来的10几个人被相继击中。这赤色巴尔的人倒是相当凶悍，倒下了这么多人，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凶性，一个个呜哇乱叫的持枪冲过来。而岳冰凌则是放下车窗，不断地拔出手雷的拉环，面无表情地将之扔出窗外。车子的速度很快，这村子间的巷口又比较窄，赤色巴尔的成员们并没有太多的射击空间。等他们冲出巷口来到主路的时候，岳冰凌丢下的手雷正好连续爆炸了，又是10几个人被当场炸死。康妮的表情有些紧绷，但能看出来他似乎在尽力保持着镇定，拳头一直死死攥着。苏无忌还在车顶不断射击着，那些冲出来的赤色巴尔成员，只要落入他的视野之中，便是一枪爆头。从冲进村庄直到现在，苏无忌都没有浪费一发子弹。邵永阳的车技相当了得，看到前方主路的出村位置设有路障，便是连续几个紧急甩尾，在狭窄的巷子里七拐八拐，
一路高速冲出了道路复杂的村庄。可即便在这种状态下，邵永阳仍旧能够时不时地抬起头，看看车内后视镜，观察着康妮的表情和状态。这时候，苏无忌喊道：“永阳放小庞。”邵永阳打开了后备箱的门，本来后背正紧紧贴着后门的小庞，在惯性的作用下，直接翻滚了下去。后备箱门旋即便被关上了。而这时候，又有好几十个武装分子冲出了房间，十几台破旧的车辆已经开始发动，准备追过来了。小庞干掉这里所有人！苏无忌喊道：“回去给你长工资，娶媳妇。”伴随着苏无忌的喊声，这台越野车带出了滚滚黄烟，迅速奔向远方。是啊，娶媳妇。小庞吼了一声，甩棍横在身前，独自站在出村的道路上，盯着冲过来的武装分子们，颇有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车子里，岳冰凌抿了抿嘴，冰眸之中隐现纠结之色。虽然他对苏无忌毫无保留的信任，甚至已经直接把特别行动组的所有指挥权都交给了他，可是对于刚刚这个把小庞丢下的决定，他还是从某个被自己所钟情的男人身上看到了资本家的嘴脸。不带这么剥削员工的，这个老板简直不当人啊！小庞他会不会有危险？岳冰凌终于忍不住的开口问道。都被小庞喊老板娘了，岳格格觉得自己很有必要替员工说句话的。他能有什么危险？皮糙肉厚的。苏无忌满不在乎，再皮糙肉厚也挡不住子弹啊。岳冰凌想着，但并没有再把想法说出来。也许无忌这么做就是有着他的道理呢。车子开出了3公里之后，苏无忌才说道：“永阳停车，谢谢。”就在邵永阳踩下刹车的那一刻，后方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大爆炸。看爆炸的位置，应该就是那个赤色巴尔根据地的内部了，8成是小庞直接引爆了弹药库。康妮忍不住地回头看去，他紧紧攥着拳头，俏脸立刻变得煞白。苏无忌把目光从爆炸处收回来，淡淡地说道：“我从来不想打女人冰凌，你帮我动手打她一耳光。”岳冰凌直接抬起手来，干脆利落地反手抽了上去。啪！康妮的俏脸立刻浮现出了一片通红的印记。这个动作若是放在国内，妥妥的违反审讯规定了。可是这是苏无忌的意思，岳冰凌根本不在乎什么纪律不纪律，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发生了这种转变。邵永阳的八卦眼神再度冒出来了。他以前可是听说过，曾经由于同事在审讯过程中对嫌疑人动手，岳冰凌不顾其他组员说情，直接把这件事如实写进了审讯报告里，以至于这位动手的同事受到了警告处分，被调离了行动处，去了后勤部门。而现在，岳冰凌的这一耳光直接把康妮的眼泪给打出来了。他哭道：“为什么打我？”岳冰凌的冰颜上没有任何情感波动，抬起手来，又给了对方一耳光。啪！这声音极为清脆，康妮的嘴角都被打出了血。为什么打你？你心里明白。苏无忌丢下一句，随后开门下车。他走到了后备箱位置，打开门，把反铐住手脚的特莫多从后备箱里拖了出来。岳冰凌也把康妮推下了车。由于岳格格用力不小，康妮直接被推得从车上跌下来，沾了一身灰尘，甚至脑门都磕在了地面的石头上，立刻红肿起来。邵永阳看着此景，
心道：本来觉得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居然越看越觉得般配。不过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来，他便立刻开始提醒自己：不，我是战晚星的，坚决战晚星。岳冰凌面无表情地问向苏无忌：还要打耳光吗？我可以继续。苏无忌却笑了一下，说道：小玲玲，你刚刚好飒。听到对方这样喊自己，岳冰凌抿了抿嘴，说出了把邵永阳雷得外焦里嫩的一句话：小季，你高兴就好。他似乎开始意识到之前对苏无忌的称呼有点怪怪的，于是主动去掉了一个字。目光在苏无忌和岳冰凌的身上来回逡巡了好几遍，邵永阳忍不住地在心中说道：这俩人之间绝对有事，不行，为了帮助晚星坐稳位置，我得找机会打散这俩人之间的暧昧。苏无忌把胸口和腹腔皆被捅穿的特莫多揪起来，拽到了康妮的面前，冷笑着问道：跟我耍花样？随后不待对方回答，苏无忌便抓着特莫多的脑袋狠狠撞在了车头上，一下两下三下，车头和引擎盖都被撞得严重变形了，特莫多的眉骨和鼻梁骨皆是被直接撞断，满脸皆是鲜血。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他了！康妮哭喊着哀求道：求求你，快住手！求求你，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苏无忌淡淡地看了他一眼：知道我刚刚为什么抽你2耳光吗？康妮拼命摇头，眼泪狂飙而出。我知道你在怀疑我，可我不是故意把你们带到这儿的。我平时远在南非读书，从来不过问赤色巴尔组织的事情，又怎么会知道他们在这2000公里之外有个秘密根据地？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到现在还不说实话啊！康妮那被铐着的双手抬起来，连连摆着：不，我是真的想要带你们去那个阿德里安钻石矿山的。我哥哥的性命还在你们的手上，我如果陷害你们，对他，对我又有什么好处？这泪流满面的样子，看起来还真是楚楚可怜。是吗？苏无忌盯着康妮的眼睛，一只手捏起了他的下巴。这么说来，是我错怪你了。康妮连连点头。苏无忌捏在他下巴上的手很用力，让康妮疼的眼泪再度涌出。他看起来委屈得要死，心中满是难过。平日里也是校花级的人物，怎么这群华夏男人如此不解风情？邵永阳啧啧说道：无忌这丫头挺漂亮的，你今天怎么没有怜香惜玉的心思了？苏无忌呵呵冷笑说道：她这么漂亮，要不要介绍给你？我看接下来就把她交给你单独看守，我绝对不过问。康妮忍不住地打了个寒颤。邵永阳说道：不，你自己留着吧，你俩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把你对他所做的事情写进总结报告里的。岳冰凌的神情不变，似乎根本没有听见这句话，他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康妮的脸上，那眼神锐利之极，简直犹如可以穿透一切的 X 光。苏无忌呵呵笑道：那还是给小庞吧，他身体好能折腾。康妮想着小庞那2米多的庞大体型，顿时惶恐到了极点，忍不住放声大哭。而这时候通讯器里响起了小庞的声音：老板，我发现了一个华夏男人。苏无忌的神情一凛，立刻阻拦道：小庞千万不要下杀手，确认他的身份。因为他之前留给小庞的命令是杀了这里所有人。每次对于老板的命令，小庞都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小庞说道：老板，他还活着，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在冒充解放军？你们回来看看。